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蝶，一个在大厂打工的名校毕业生，但是我快要离职了。上一期视频呢，跟大家一起回看了一下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以及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一些好处和收获。我知道这份工作的好，但是我还是想要离职。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我离职的原因，还有离职之前我做了哪些准备。首先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我身体不太好。过去这一年呢，我几乎每一个月都要跑一次医院。我记得以前我身体还蛮好的，可能一年就感冒个一次，不全是工作的原因啊。但是回看一下我工作时的状态，每天看电脑，在公司就久坐，有时候食堂的菜不好吃，我就不怎么吃，然后体检报告就显示说太瘦了，贫血。工作半年之后，我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去年下半年我就开始健身，上私教课，开始规律的运动，确实身体好转了很多。但是春节放假的时候不小心感染了乙流，春节假期结束之后就带病复工，带病上班，状态特别差。我就意识到不行了，我想要过更健康的生活。因为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身体不好，心情不好，心理状态不好，怎么会开心呢？对不对？哇，我这里有个虫。自我价值感低，这个我每天去公司，我要做很多事情，我要完成很多任务，但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我感受不到自己是一个思考的人，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好像我就是不需要有任何一点自己的想法。首先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了，更别说从中去挖掘自己的成长和价值了。有比较持续的长时间的感觉到自我价值感低，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觉得是在浪费生命和时间，所以说就想要改变这样一个状态，不想要再持续。第三个就是我想做点别的事儿了。通过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发现如果我有一段时间没有价值的输入了，我就会想要找点别的事情做，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目前对我来说有价值的事，就是我之前的打工人 vlog 里面，我下班回家做的那些事情，包括学各种语言，包括拍 vlog，包括跟家人沟通，包括出去旅行，看外面的世界，我都会觉得更有价值。那可能不同阶段的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之后我看看我会去做什么事，到时候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觉得那些事情有价值。对，我接个电话。第四点呢是收入跟存款。虽然我把这个原因放在第4点，但是它真的非常重要。这份工作给我的感觉就是钱真的很难赚，我感觉赚钱是应该是很开心的事啊，为什么我这份工资我赚得这么的不开心？我工作之后我才知道税前和税后工资可以差那么多，然后税后工资还会越来越少，因为你交的税会越来越多。钱真的很难存，在上海生活，房租竟然可以占到那么高比例的工资。我工作的这一年，我都没怎么买新衣服但是怎么存不下来钱呢？我都已经很勤俭了。我记得有朋友给我留评论说我很节约，确实。可能存不下来钱的原因呢，还包括我会想要在工作很累的情况下，想要出去散散心，出去旅游什么的。这怪我不应该出去旅游是吗？工作的时候真的就是靠那些假期支撑下来了，就是想说熬过这段时间之后，有个假期我可以休息一下，可以放松，可以放空。对，反正就是这一年工作下来，我感觉白干，就是或者可以这么说，如果我这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收入更多的话，可能我就不考虑离职了。然后第5点就是其他，在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总结一下就是我想要身体健康，我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从中获取自我价值。我想要收入来的有意义一点，这就是我想要离职的原因。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我这个 J 人为离职做了哪些准备。第一个是学语言。
我持续日常在学习的语言有3门，英语、韩语和日语。好像工作之后就没怎么接触过英语了，也就是看看英文电影。1个多月以前呢，一位复旦毕业的 APP 开发者联系到了我，给我介绍了他开发的练英语听力和口语的 App。我觉得他们的理念特别好，很戳中我的痛点，所以我就尝试使用了1个多月。因为离职之后有旅行和旅居的打算，但我这么多年以来学的都是哑巴英语，就是好像做了很多的阅读理解，但是让我听或者让我说就特别的难，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被安利的这个 app 听点英语就是专门针对听力和口语训练的。最近下班呢，我会花半小时到1小时的时间在这个 app 上去练习，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累计复述了多少句，我今天复述了多少句，因为我今天刚下班还没有复述。我的训练计划目前是怦然心动和太空旅客，下面还有很多可以选的场景，你可以选择下面的一些电影啊之类的，点进去它就自动跳到了我之前练习的进度。可以看到就是电影被分成了很多小的片段，上面这些啊都是我练过的，点进去就可以盲听整个片段。我一般是听完之后再针对单句进行盲听和复述。 I wanted to think the reason I started working on my yar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Bryce. I wanted to think the reason I started working on my yar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Bryce. I wanted to think the reason I started working on my yar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 wanted to think the reason I started working on my yar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Bryce. I wanted to think the reason I started working on my yar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Bryce. 在复述这个阶段啊，有时候每一句我都要听到10几遍，我才能够完整的复述。就是我练1个多月啊，我听几遍很难一次性就把它复述出来，有的地方真的很难听懂，我就会点一下那个被遮挡的单词，就可以看到这被遮挡的单词啊是最常用的1000个单词。这个数字呢是 app 里面的默认的设置，你可以在就是字幕设置这里改这个设置，我没改，因为这个1000个单词对我来说已经有一点难度了。These will put up nicely. 老人的话我就更听不懂了。These will put up nicely. These will put up nicely. On， 我听出来是 on， 是不是？不是。These will put up nicely. Up。These will put up nicely. 既然是 up， 我就听到一个有一个 on 音，原来是 up， 学会。因为有的句子就是它很长，可能我听几遍我能听懂它的意思了，但是我说不出来，不能够重复从听懂到完整的复述出来，中间确实需要练习很多遍。就是我也会反思说，我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办法说出口？可能就是因为我不会去复述，没有把这个句式也好，这种表达方式也好放在心里，就没有内化成我的东西，所以等到下次我就是说不出来。有一些小的地方出现多次之后，我就不会再错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吐槽，戴着耳机去复述这个 APP 识别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没关系，就是识别不准的地方我也可以就手动修改。 I thought that was pretty interesting. I thought that was pretty interesting. 刘总送了我1年的 VIP 会员，也送了大家一张60元的优惠券，扫码输入手机号就可以领券。领了券下载 APP 就可以试用，像怦然心动的第1个片段就是可以免费试用的。领了券之后，你可以在 APP 里面买年卡和季卡，如果你领券并成为 VIP， 我的 VIP 时间会被延长一点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领优惠券，然后试一下 APP， 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成为 VIP 一起学习。
韩语也是学了好多年哎。初中的时候自己在网上找一些发音的教程学发音，上了大学之后选了课跟着韩国老师学，毕业之后呢就自己断断续续的学。我还是在跟着延世韩国语的教材学语法，但是平时会看看韩综的生肉，推荐一部韩综叫《恋爱兄妹》，它是一部恋综，但是我感觉更像一部温馨又搞笑的家庭综艺，我看得很开心，也很感动。感觉韩语是可以学一辈子的，因为我现在学语言其实没有什么应试的压力，就是学得开心，可以跟当地的人更流畅的沟通。还有日语，我没有放弃日语哦，之前下班回家会学日语，但是还是停留在简单的语法。离职之后我会去日本旅行的，第一站就是日本，打算找一些常用句背下来。哇，天气真好。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konnichiwa， 什么오하요 고자이마스， 사랑해요， 哈， 사랑해요， 너무 좋아， 스고이， 是不是？美味しい，美味しい。多少钱怎么说？韩语的多少钱我知道，얼마예요？日语的呢还得背一背。早上起来面向太阳。好，我接着说，我为离职做的第二个准备是体检。맞아，就是想要在离职之前知道当下此刻我的身体状态怎么样。之前身体出现的一些小问题要去复查清楚，看看恢复的情况。因为我也说我离职的原因之一就是身体不太好嘛，就想说如果我真的换了一种生活方式，再对比一下我身体有没有变好，看一下到底是工作的原因呢，还是我本身生活方式就不对。因为会有一个年度体检嘛，今年我就把它定在了春天，在离职之前做掉。跟大自然亲密的接触，我感觉蜘蛛网绕过了我的头发。哦，这是我的头发。在工作的这一年里面，我有比较多的就医经验，包括商业保险的报销经验，所以想要给大家一些小 tips。如果你的公司帮你买了商业保险，建议你了解一下这个商业保险的报销额度啊、报销范围等等，因为有可能你去刷医保看了病之后，你是可以再去商业保险报销的。对，这是一笔钱，朋友们，给大家一些小 tips。也是这一年我才了解到社保、医保、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等这些的关系，大概有了一个了解。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人会主动跟我讲，都是我遇到了我才会去了解，跟大家也是密切相关的，了解一下这些政策啊、方针啊是有用的。哇，太阳真好。第三个准备是信息收集，各种信息收集的比较充分的话，心里也会比较有底，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可以看一些公司的政策文件，看看离职流程怎么走，离职之后社保怎么处理，年假呀，各种假期怎么处理，到时候工资怎么发，应该公司会有明确的说明。离职之后我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或者我做自由职业，那我想去医院用医保看病，该怎么样去交这份钱？如果想要有额外的保障的话，怎么样去买商业保险等等，这些信息可能不一定当下马上用得到，但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会安心很多。还有一些离职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去提比较合适，怎么样去拟定离职的话术等等，差不多是这些信息啦。我觉得小红书是一个很厉害的平台，上面有很多大家个人经历的分享，都写得非常的详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搜索一下。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不喜欢用小红书，因为它会给我推很多我喜欢看的什么小动物的视频啊，我一看就是1-2个小时，一刷就停不下来，我还卸载过很多次。现在我把它的那个推荐个性化推荐关掉了，我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搜索引擎去用，感觉非常棒。我为离职做的第4个准备是办签证，因为有一些签证它需要一些证明材料，什么工资证明啊、在职证明啊、工资流水啊这些。趁我还在职就办了1-2个签证，这边就很想提醒在校的同学们多多办签证呀。
我离职前做的最后一项准备有点抽象，就是我会列一个表，首先要写我当前有哪些能力，比如说什么写作能力呀、视频拍摄能力呀等等，然后再写一列内容是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拍 vlog 呀，和家人出去旅行啊，自己出去旅行啊等等，然后对比一下我想要做的这些事情用到了我的哪些能力，有哪些能力是我现在还没有的，针对性的去补足这方面的能力，然后再看我想要做的这些事情能不能够养活我自己。没错，就是离职之后还要面对生存压力，不会每个月再有固定的打到卡里的钱了，虽然那个钱没有多少，但是不会有这一笔钱了。那要交房租，要交可能每个月的各种保险费用，哪里来？就想一下，结合我自己的能力、我的兴趣爱好以及收入，看看最后可以做哪些事情，就是我也想要去探索的。通过列这个表，通过这样去分析，这样去思考，然后去尝试，去试错也好，去花时间也好，这就是我离职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一直在罗列，一直在头脑风暴的一件事。其实蛮累的，但是我很开心，你们知道吗？其实去想这些事情真的会累耶，脑袋里不停的想，会很期待去实践它，会想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去探索，会非常期待，但是也挺累的，累并快乐着，这就是我想要做的原因吧。有的事情它是累又不快乐啊，这也太舒服了，想睡了。还有天然的 BGM， 너무 좋은 거 아니야？대박이다！ 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差不多就结束了。离职原因呢，就那些，我觉得可以说服我自己。离职之前的准备呢，我也都尽力在做了。我不知道要做多少准备，才能把离职之后的生活过好，所以尽力就好。天气好，心情好哎，朋友们，我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晒太阳了，晒很久的太阳，然后旁边都是绿色植物，生命就是这样。너무 좋아。 People come and go and walk away, but I am not going anywhere. I am not going anywhere. This is why I always whisper. I'm a river with a spell. I like to hear but not to listen, like to say but not to tell. This is why I always wonder. There'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I won't go anywhere, so give my love to everyone. Tide will rise and fall along the bay, and I am not going anywhere. I'm not going. 幸福晕了，朋友们，晕过去，就是说晕过去。哇，真的太美了！欢迎大家来到下阳济川丁步桥。我们今天在这里走了1个小时，雾霾天，但是心情不错。谢谢大家，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概是10年以后，拜拜。好看了。